曾走开，不经意间拆开我。其实我很明白，没有你们我不能够走到现在，多少无声黑白，因为你们变得期待，多庆幸身边有你们在，陪我一起把梦找回来，让那回忆丰富的山海，快乐不再是意外，多庆幸身边有你们在，陪我一起把未来打开，让等待变成一种色彩，不再难挨，都是精彩。P.L. 你不是拿了人力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我的事情已经办妥了，所以早点销假。你的气色怎么这么难看？都说了，女人就是女人，离不开男人的。怎么，找到你老公了吗？没有，那干嘛这么快回来工作啊？如果你还想申请假期的话，今晚申请好了，我 OK 的。只要我在的话，公司少了谁都不会影响运作的。既然我决定销假回来工作，我就不会打算再请假。谢谢你的关心。怎么了？怕失去这份工作？我明白了，这份工作目前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现在竞争很大，一不小心，转身打个喷嚏，回头时职位已经被取代了。关于我那笔贷款，能不能够迟一点才开始偿还？目前我的负担很重，周转不来。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不过公司一向来没有这种条例。要是我答应了你，这件事情传了出去，以后公司如何向其他的客户交代？我希望你明白，并不是我不要帮你，我真的很为难。目前我的经济真的有困难，能不能够碰你一次？No， 这不行的，这个责任我背不起的。好吧，既然你开了口，我会在立场会议提出来讨论，听听董事们的意见。这样你不能说我没人情味了吧？谢谢你 ，P.L. 找到治国了吗？找不到。那你为什么那么快回来？我的钱都差不多用完了，再不回来就要露宿街头了。再说，这样毫无目的的找，机会太渺茫了。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一哭二闹三上吊啊！到现在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不然呢？日子还是要过的。我想过了，找到治国又怎么样？知道他外面有女人又怎么样？事情都已经发生了。现在眼前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多赚一点钱，应付那一大笔债啊！我真的很佩服你哎，发生了那么多事，你还那么冷静。换成是我，早就崩溃了。找不到治国回来的时候，我差点就要崩溃了。不过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强烈感觉到 ，baby 他需要我，所以我一定要振作。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哦。或许我的个性好强吧，我不容许自己就这样倒下，我不会向命运低头的。相反的，我要命运向我低头。就算不是为了我自己，也应该为 baby 呀。之前我忽略了他，所以现在我凡事都要以他为中心。为了他，不管多辛苦，我都不在乎。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应付你的债务呢？坦白说，我目前的薪水是不足够应付的。我已经找了一组补习，另外兼职卖保险。卖保险？幸好之前我考到保险执照，我已经加入一间保险公司兼职卖保险了。你再帮我留意一下，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我想找多几份兼职啊。做那么多份兼职，又要兼顾家庭、孩子和工作，你应付得来吗？现在眼前问题这么多，做牛做马我也得做。你再帮我打听打听吧。没问题，我先出去做事了，待会儿再聊。
Jenny 啊，我最近加入了一间保险公司啊。你怎么也做保险经纪啊？你也是保险经纪啊？对呀，我都做了快半年了，你知道吗？对不起，Amanda，忘了参加你 baby 的满月 party 了。干嘛这么客气呢？哎，现在的保险经纪啊，真的很烦。我 baby 的满月 party 又没请他，自己找上门，还在我家坐了几个钟头，死赖着不走。我小姑也是保险经纪，要替 baby 买保险，当然是跟自己人买了。哇，这么多位老朋友，亏你还记得我，请我吃饭。David 啊，我在电话跟你提过的，关于你跟你太太那份保险计划，我已经准备了。对，我忘了下午有会要开，这一餐谢了，有什么事改天再说吧，谢谢。David。Hello？ 什么 ？baby 生病了？医生 ，baby 怎么样了？婴儿黄疸虽然是很普遍，但也不能忽视。你是怎么做妈妈的？孩子生病了还发高烧，真是大意。你怎么不早点带他来看医生呢？医生，我孙子会不会有事啊？这个呢就要小心观察，如果情况没有好转的话，就要住院治疗了。在这里啊。哎，没事。哎，乖，baby，乖，不要哭了啊。面对其他金融机构、银行的竞争，公司要大家集思广益，想办法提高业绩。大家有什么构思，说出来听听。目前的经济好转，借贷的人数比以往少了。我认为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从 BT（Balance Transfer） 着手，吸引那些向别的金融公司借贷的顾客转到公司。不过市场上的 BT 利率已经很低了，除非条件很吸引人，要不然难度很高。目前有的公司提供0.8%的转账服务，只征收转账总额至2.5%的行政费，或许我们可以调低到2%，甚至是1.5%。再不然，给予顾客转账累积分，凡是转账超过6个月的人都可以得到一笔累积分，他们可以用累积分来抵消常年会费。我相信通过累积分来抵消常年会费，可以吸引更多顾客。目前同行没有提供这项优惠，这么做或许可以吸引一些精打细算的顾客，大家觉得怎么样？这样吧，休会15分钟，大家再想一想。喂，boss 的跑回去office睡觉啊！当然咯，他刚才一直在开会的时候打瞌睡了。他可是我们的主管，平时又对我们那么凶，连上厕所也不可以，现在却自己跑去午睡。哎呀，不可以怪他的嘛。boss 的老公啊，欠人家很多钱呢，boss 要做几份兼职帮他还钱啊，当然累啦。真的，你听谁说的？哎呀，反正就是听人家说的咯。我还知道啊
boss 的老公啊，除了欠我们公司的钱啊，还欠其他银行和金融公司的钱啊。哎呀，堂一个高级经理，竟然落到这种下场，你说是不是很讽刺 ？PL 啊，一直看他很不顺眼。我看他兼职的事情，如果被 PL 知道了，一定会大做文章的，迟早把他给炒掉。对我们也许不是件坏事，至少不用提心吊胆，担心他会跟我们借钱呢。你想得出来呀，你真是的。太对了。开会。这么贵？小姐，试试我们的香肠。小姐，试试我们的香肠。小姐，试试看，很好吃的。味道不错，谢谢。哦。要试多几块才知道味道好不好。谢谢啊。饭都没得吃了，还想吃大餐。吃面包也没什么不好啊，既健康又可以减肥。做人要往前看，重新出发。振作！回来了，马德。哎。一欢，妈，我要跟我女儿说话。怎么这么迟才回来？因为刚刚休假，所以工作比较多，加班了。吃饱饭了吗？吃过了。工作要做，可是身体也要照顾，知道吗？知道了。怪来怪去，只能怪那治国把你害得这么惨。要是让我再见到他，我一定把他砍成7、8段了。妈，这些事不要再提了。还有啊，不要再给妈的脸色看，她心里不好受的。他儿子把你害得这么惨，他还厚着脸皮在这里白吃白住，你要我不给他脸色看，难喽。他的开销我会负责的。
你已经帮儿子背了一身债，你还要负责养他。怎么说他都帮我照顾 baby 啊，我不能不管他的。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会开源节流，减少没有必要的开销，多找几份兼职，努力赚钱，应该应付得了的。你看你啊，本来有大好前途，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现在却被拖累成这个样子，我看了都心疼啊！我真的不知道你能挨到什么时候啊！为了 baby， 多辛苦我都挨得住的。你好。你好。就剩这辆车，你帮我看一下能卖多少钱？好的。这辆车还不到1年，挺新的。是啊，我们保养得很好，就好像跟新的一样。你帮我卖一个好价钱吧。目前新车的价钱很便宜，旧车的价钱相对的也便宜。照我看，你的车至少得亏个3、4万块以上。这么多？那我付了3、4万首期，不是一分钱也拿不回？没办法啦，目前旧车的行情就是这样的，很多人卖车还要倒贴呢，而且还不一定脱得了手。如果不是非不得已的话，我劝你还是不要卖算了。不瞒你说，目前我真的是负担不起这辆车。无论如何，请你帮我卖出去好吗？好吧。你尽量帮我卖一个好价钱。那我尽力而为了。谢谢。我们又见面了，谢谢。举手之劳，拜拜。信贷辅导协会的义工要见你。信贷辅导协会，这是他的名片，请他进来吧。进来。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被老公抛弃、很苦命的疯婆子，对不对？没想到你竟然是堂堂一间金融公司的高级经理。我也永远不是泰山啊！原来你这个黑社会老大是个大律师。那我们算扯平。对了，
国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第2天早上到酒店找你的时候，你人就不在了，你去哪里啊？我回来新加坡了。原来是这样，难怪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你手下这么多，怎么可能找不到？你还是一直以为我是黑社会老大？律师也可以是黑社会啊，两者并没有冲突。你真的误会了，你听我说，那几年前呢，韩国老大因为在新加坡被捕，我帮他打赢了官司，及时让他回到韩国去见他妈妈最后一面。他为了感激我呢，就叫我老大。这种东西我也没办法控制啊，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必要跟我解释的。请问你找我什么事啊？今天呢，我是代表信贷辅导协会来跟贵公司协商的。我相信你应该清楚的，目前呢有很多借贷过多导致破产的人了，我们就是要能够帮助这些人向金融公司协商，避免他们走上破产的道路。很多银行的大机构呢都参与我们的计划，所以我希望贵公司呢跟我们一起合作，帮助那些在短时间内不能够偿还债务的人。还有，你找到老公了没有？王律师，你挺热心的。助人为快乐之本嘛，这些人借贷过多原因很多的，譬如说生意失败啦，要负担医药费啊，还是要帮助朋友嘛。他们既然找上门，我们能帮多少就帮多少。我又没有向你们求助，你也似乎很想帮我。我们一连见了好几次面，也算是朋友啊。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忙的嘛。那总之呢，以后你有什么问题打给我，我会尽量帮你的。王律师啊，10只小鸟排成直线站在树上，bang的一声，其他9只小鸟纹风不动，最后1只却中枪了。为什么？因为他伸出头问：“发生什么事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想再提，你明白吗？言归正传吧。OK， 我们辅导协会呢接到很多求助的个案，当中很多是因为信用卡利率太高，所以负担不起的。那我希望金融公司呢能够以个人的贷款利率来取代信用卡利率。我手头上呢有个个案的，他名字叫刘致富，他欠贵公司9000块钱。我们评估他的收入还有经济能力，设定一个72个月的期限，让他还清所有的欠款。那细节呢都写在建议书里面的。这件事我会跟公司报告的。那好，我们等你们消息。我送你出去吧。Hello， 怎么在这里了？你在盘问犯人啊？我没有这个意思。那你怎么不反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吧？我的样子真的那么讨人厌吗？还是你对我成见了？为什么每次见到我的脸黑黑的？对不起，我赶时间。喂，什么事啊？好，我会处理的。喂，这么急早出来有什么事？有个 problem 啊！我好不容易托我银行的朋友特别通融，让你低利息还卡债，你还了多少？你不但没有还钱，你还申请多一张信用卡，而且签到就快爆了。老兄，不要那么暴躁。你想喝什么？我请客。Please, sir. Can I help you? 给他一杯拿铁。OK。你到底有没有心要还卡债的？你要我怎么向我朋友交代啊？慢慢来。我这个皇帝不急太监急哦。你是太监啊？来帮我看看。还开玩笑。我那笔账呢，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短期内呢是还不完的。那看样子你是不会还钱的了。早知道我就不要帮你了，让银行起诉你算了。我不是不还，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生活费那么高啊，如果身上没有100-200块的话，休想出门。还有呢，我的房屋贷款、车子贷款全都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的公司最近呢，又接不到几宗生意，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啊，哪里还有闲钱去还债？你的车子还在的，
我不是叫你卖掉了吗？车只是奢侈品来的，一个月供1000多块钱，这些钱足够你还2、3个贷款的。大哥啊，我不像你这样，可以把双脚当成汽车。如果我没有汽车的话，就这样没有了双脚，哪里都去不了。Sir, Lucky。车子呢，就象征地位和身份。如果没有车子的话，去见客户很麻烦的。还有啊，堂堂一个室内设计公司的老板，没有车子搭德士搭巴士，我的客户怎么看我啊？我可以什么都不要，车子一定要，面子问题。等银行起诉你的时候，看你还有没有面子啊？不会有这一天的，因为你会帮我的吗？拜托啊，我只不过是个律师，我不是神仙啊。再大的案件难不倒你，这种小事怎么会难得倒你呢？我对你有信心。对了，我要去接女朋友，全靠你了啊！喂。对了，顺便帮我结账啊！这几天我不在，你有没有乱来啊？哪敢！有你那么好的女朋友啊，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现在呢，只想一心创业，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去乱搞啊？算你乖，既然那么乖，我就奖赏你啊！那送给你的。又不是我生日，干嘛送我东西啊？送礼物给男朋友需要理由的吗？一定很贵吧？还好啦，在免税店买的有折扣，喜欢吗？喜欢，可是太贵了，我不能收下。多少钱我还给你？只要你喜欢就行了。如果我再拒绝的话，这样不给你面子哦。危险啊，小心开车。有你在车上啊，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既然你送我东西呢，我不能白收下。请吃大餐，你想吃什么？炒粿条。咦，吃那种东西呢，怎么表示我的诚意啊？由我来做主吧。吃一顿好的，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可是好像有一点贵啊。没关系，只要你开心就好。你的室内设计公司刚起步，不应该浪费钱的。有钱不留着周转，那不是更好吗？不用担心，我有打算。怎么样？吃饱饭后要去哪里啊？喝酒还是唱歌？我请客。不了，飞了10几个小时有点累，再去那么吵的地方，我怕我脑袋受不了。不如我们去散步好不好？ OK。让我来吧，我这张卡有18%折扣，不用白不用。顺便帮我打包10个榴莲蛋糕。我说了，我请客。我先上洗手间。 整天飞来飞去呢，有点累了，我想安静下来。你不想当空姐，你想做什么？我想在家里当少奶奶，什么都不做。那么年轻就想退休了？我是说真的。你是指啊不飞了，还是当少奶奶？2样都要。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欢呢就是帮有钱人装修房子，因为他们的客厅很大，那感觉很舒服。帕托就很像自由自在的走在客厅里面，想要做什么都行。婚姻啊。 就很像被困在房间里面，空间狭小，想要去哪里都不行，迟早会感到窒息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难道你想一辈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那也不是，只是我想先创业啊，其他的不想去考虑啊。我们还
年轻，我不想那么早呢就被困在房间里面。怎么了？等不及嫁给我？臭美啊！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你当真啊？我就知道你是跟我开玩笑的。好啦，回家吧。这么早？是啊，有点累了。好吧。喂，淑仪啊，哎，你好，我是一欢啊。对，很久没有联络了，你还好吗？哦，我还不是一样，在金融公司做事，最近还兼职当理财顾问。对呀，我的公司最近有些新的保险，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呀？哦，你 baby 在哭啊？没关系，没关系，我改天再跟你联络啊，拜拜。大姐，哎，你在忙啊？招生意啊。你在卖保险？兼职卖保险，时间容易调动，可以多赚一点钱啊。那我给你买一份人寿保险好了。反正呢，我也打算买保险，不如就让你赚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嘛。那谢谢啦。你找我有事啊？啊，那只有这么多，再多我是拿不出来的，一点点呢我还腾得出来。不用啦，你自己留着用吧。大姐，不要跟我争啦，就当做是我买礼物送给 baby 好啦。那谢谢啦。对不起啊，你欠那么多钱，我一点忙都帮不上。你也知道啦，我一向都是左手进右手出的。我还不知道你的情况吗？不过世事难料，今天不知道明日的事。我劝你还是要存点钱防身，免得像我一样，要卖都没人要。知道了。哎，对了 ，Zen 的债务问题解决了吗？以他目前的经济能力，我担心你跟他在一起，将来会吃苦啊。我也想过啊，不过感情的事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不是吗？我知道，不过你年纪已经不小了，拍拖应该以结婚为前提啊，除非你想保持单身。哪一个女人不想结婚生孩子的啊？不瞒你说，我常常有结婚的冲动，可是看到周围那么多人结了又离，一张婚约是那么脆弱，随时会被撕割烂碎。就算结了婚，那又怎么样？婚后还要为柴米油盐烦恼，想了不禁让人感到沮丧。原本浪漫的婚姻，也就变得俗不可耐啊！好矛盾的心情啊！人本来就是矛盾的动物，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现在我自己搞成这样，也没有资格给你劝告。不过既然你对婚姻有这么多的顾虑，就不要心急，考虑清楚，免得将来后悔啊！我知道怎么做了。好啦，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你也一样。晚安。晚安。喂 ，Richard， 哎，你好，我是一欢啊。周先生啊，找我那么急，有什么事啊？你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橘色啊。橘色？我不是说过客厅要有苹果绿的吗？为什么会变成橘色呢？是，之前你是说客厅呢要有苹果绿。可是以我的专业角度来看，我觉得呢，橘色才可以配搭我的设计。那你不觉得这样的装潢、这样的家私配起橘色，它显得高贵，才有复古的味道吗？我不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反正我就是喜欢苹果绿。我要你重新油过。周先生啊，苹果绿跟我的设计真的不配搭，你相信我的眼光好不好 ？No， 我就是喜欢苹果绿。OK， 你要重新油，我帮你找人重新油。可是工钱还有油漆的费用要重新计算，不是原来的价钱了。什么话？现在是你没有油我要的颜色，错的人是你哎，你还要我付新的工资跟油漆费？可是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根据我的设计，现在呢是你不满意，所有的费用当然是由你负责啊！开什么玩笑？我干嘛要负责啊？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态度，我可以到消费人协会去告你的。喂你，好，一人让一步，费用呢各付一半，行了吧 ？No， 一句话，重新油漆的费用我是不会负责的。如果你不重新油漆的话，其余的装修费我也不会给你。喂！老板，
刚才 Mr. Wang 打电话来要求装修费能不能多减500块？减500块，那我赚什么？不行。可是他说如果费用不减少，房子就不给我们装修了。不给就不给，你以为我稀罕啊？告诉他说他的生意我不接了，了不起啊！为了赚他们那么一点钱啊，还帮他们设计、画设计图、找工人、找材料、找供应商，根本就对设计一窍不通嘛！喜欢就挑剔这个，挑剔那个，我干嘛受这种气啊？不接了，统统不接了！你打电话告诉他，叫他找别人。我有大把生意，少了他这种生意呢，我是不会死的。就把上门的生意拒绝了，你不觉得你太冲动了吗？是他为了500块啊，跟我讨价还价。他以为我很在乎他这种小生意啊，我就偏不接。顾客都是这样子的，总是要以退为进。其实你应该好好跟人家谈，只要你象征式的减一点给他，他觉得舒服，就会很乐意的把生意交给你做的。我就最讨厌啊，他们这种心理啊，动不动就威胁你，不减价的话就不给你做，不做就不做，会死没？不会死，不过就是少了一宗生意，结果吃亏的还是你自己。才少了一宗生意，还有其他生意等着我去做啊！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的公司规模小，难得有人上门来找你，你就应该好好把握机会，把装修工作做得最好，说不定以后人家还会介绍一些客户给你呢。小公司就是这样子的，靠口碑建立客户网络，你这也不做那也不在乎，那公司怎么赚钱啊？想要做生意呢，就一定要记住，顾客永远是对的。好了好了，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呢，是希望你会说些好话来安慰我。谁知道还要听你一大堆废话。废话？难道你认为我说的这些都是废话吗？不对吗？什么顾客永远是对的，客户上门要好好把握机会，这些道理谁不懂？嘴巴说的容易啊，你自己做得到吗？那是因为你的心态不对，你根本就没有真诚服务客户的心理。如果你还是这样的态度的话，公司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的。维持不下去，就把它给关掉咯。你就是这样子，做什么事情都那么轻率，难道你不能认真一点吗？我几时不认真啊？对人对事还是对你？哦，你是不是认为呢？我对你的感情不够认真啊？你是不是要我跟你定下什么3年计划？几时注册？几时结婚？几时生孩子啊？定了下来才算是认真啊？喂，我在跟你说你公司的事啊，你干嘛吵到那边去啊？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是这样想啊。我什么时候这么想过？你不是一直想要安定下来，一直想要结婚吗？你是怕我创业不成功，有借口不跟你结婚？是，我很想结婚啊，不过结婚的对象呢，未必是你。喂，对不起啦，是我心情不好才会说出这些话的，对不起 ，OK？ 请你搞清楚啊，我还不至于那么急着要结婚，也不是非你不嫁，更不至于用这种方式呢来逼婚的。知道，不是你紧张，不是你急，是我紧张 ，OK？ 那如果你要结婚的话呢，新郎一定要是我，不然的话，你这辈子休想嫁我。你以为你是谁啊？我非嫁给你不可。我什么都不是，我是郑双喜呢最爱的男人。厚脸皮啊！对不起了。来，耳朵，走。哎，你怎么在这里出现了？对不起啊，我好像在盘问证人一样。不过呢，我真的有点好奇啊。我住在这里很久了，几乎每天呢穿过这个公园到对面搭车，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你。你刚搬来的，你……黄律师，就算我是被告，也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吧？有权利。那么巧啊，没想到我们搭同辆巴士啊，也好啊，有个伴。
以后旅途上没有那么近了。色狼啊！色狼，你居然非礼我！我没有啊。你还说没有？看你明摸屁股一下，你还不承认？不是你还有谁？我真的没有啊。好，你不承认，我马上报警。My problem 啊，小姐，你真的认错人了。刚刚你明明色眯眯的看着我，不是你还有谁？真的不是我啊，小姐。站住！非礼小姐的人是你。喂，你不要胡说八道啊！小心我告你呀！我有证据，我已经把你刚才非礼她的画面拍下来了。色狼站好！喂！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麻烦就大了。你帮我这么多次，总该我帮你一次了。你算蛮机警的啊，懂得用手机拍下非礼的画面来吓走色狼。你不信我真的拍到？第一，你排队的时候手上没有拿手机；第二，事情发生那么突然，能够拍到的几率几乎不少过18%。会是律师啊，观察入微，分析准确。小左威！你们还有什么意见？不好意思，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我错过上一趟巴士。我不想听任何解释啊！错过巴士可以大得事啊！你身为公司部门主管，没有在下属面前树立好榜样，还想找借口？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工作态度。还有啊，你应该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好了，浪费不少时间了，继续开会吧。上个月我们总共主办了12个 roadshow， 争取到了总数500张新的客户，这比起前个月增加了15%。主要的客户都是年轻的消费群和新的移民。Well done， 大家继续努力吧。今年的加薪和花红全靠你们了。知道了。有关客户投诉通过网络转账给另一银行的那笔钱，3天以后还没过账。经过调查，原来电脑中了病毒。经过技术维修，一切都恢复正常。你现在干什么？现在是开会啊！你以为开画画班吗？你们看，花这么多钱干什么？你想钱想得发疯了，想钱就去赚啊，涂鸦是没有用的。There's some kind of feelings in the air when I recall yesteryears. Pictures and memories flew through the wind. You were drifting away. Promise fading silently with the waves. You hear the saddest thing. Although you said you were sorry, we just couldn't forget. We couldn't grasp the moment of change.